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8月7日。咁啊，過去大半個月咧，我都唔喺英國啊，我在外度假。但係英國呢一個星期咧，就發生咗各處都有暴動示威。咁啊，亦有好多人俾拉咗啦。咁啊，最新咧就有一個被判刑參與暴動，一個18歲嘅男子，白人男子就被判2年啊。咁啊，參與暴動英國都係被判2年嘅啫，有啲地方咧上網講下咧都要被判7、8年嘅，咁呢個就不能同日而語噶啦。咁即係英國發生暴動嘅原因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每一個國家都有啲 shit happens，即係啲糟糕嘅事情嘅，但係有啲國家係俾人講，有啲國家唔俾人講嘅。咁英國咧就好明顯係因為難民問題啦，而呢個難民問題咧，一個盧旺達嘅後裔。就難民嘅後裔，17歲喺英國咧 Cardiff 出生嘅一個男子，結果咧就喺英國嘅西北部一個小鎮度咧，就係發生咗一個不幸嘅事件，就係佢刺殺，令到3個小朋友身亡。咁當然即係作為父母睇到啲新聞就覺得好傷痛啦。咁但係呢一件事件最終就引發起反難民、反移民、反非法移民，甚至乎反伊斯蘭教嘅一個運動。咁有啲人就話：哇！呢個係美麗嘅風景線喎，你唔去支持下？有啲人嚟我洗版留言喎，呢幾日收到數十條、過百條呢啲留言喎。咁呢個咧就係要破障啦。好似前幾日我就破障咗啦。有啲人就話英國啊破產啊，嗰啲中國媒體咧就言之鑿鑿話英國破產，我就解釋咗英國而家嘅財赤咧就200億英鎊啫。200億英鎊咧，佢軍費都有600億英鎊，你只要緊縮財政開支咧，就唔會陷入破產嘅。相對於咧中國咧今年嘅財赤咧就38000億人民幣，相等於就係起碼3600億英鎊啦。英國嘅200億英鎊咧就唔算得係咩。香港啊頭一季嘅財赤啊都1200億港元啦，即係相對於英鎊都超過110億至130億咁上下啦。都唔算得係啲咩嘢嚟嘅。咁但係施紀賢點解要咁講呢？呢個就係秉承工黨啊一直以嚟嘅宗旨，就要加稅。點解工黨要加稅啊？工黨希望消除貧富懸殊啊嘛。工黨要加稅最主要原因咧，就希望咧增加社會福利，同埋增加咧呢個公共開支，刺激經濟。所以當年貝理雅嘅時期上台咧，經濟好好嘅喎。就因為佢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嘛，而且咧引入咗好多新移民，無論合法移民定非法移民，咁呢啲馬上立竿見影咧，會推動經濟發展㗎 GDP。咁當然長遠就會有一個問題啦。咁今日咧就要講下咩叫美麗嘅風景線。有啲人就話：哇，英國係美麗風景線嘅暴動。咁英國嘅暴動、歐洲嘅暴動，其實坦白講啦，就係即係每1年半載就發生㗎啦。法國嘅黃背心運動。我當年咧英國一落機嘅時候啊，第一日就3年前啊，我帶埋屋企人嚟。我之前係自己嚟咗啦，咁後來就係帶埋屋企人再離開香港，再嚟英國。咁咧嗰日就係發生咗暴動喎，就係足球流氓暴動喎。因為英格蘭輸俾意大利啊嘛，喺歐洲國家盃喺主場輸俾意大利，結果暴動我周圍打爆晒玻璃。喂，我回想起90年代我喺英國讀書嘅時期啦，咁嗰陣時咧。都暴動處處，唔單止係暴動喎，炸彈襲擊喎，就係因為北愛爾蘭同愛爾蘭嘅問題啦，有獨立嘅問題，有宗教問題，天主教徒同埋呢個嘅基督徒遊行，結果又發生咗暴動啦。咁啊，呢啲喺歐美社會咧，其實都唔係話罕見嘢嚟喎。咁但係係咪等於暴動就係即係美麗嘅風景線咧？咁呢個當然今日要破障啦。2019年嘅時候啊，美國嘅政客佩洛西就形容香港係一個美麗嘅風景線。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歷史背景嘅，就係形容咧一啲民主或者人權嘅運動咧，就叫做美麗嘅風景線，就唔係所有暴動都係美麗風景線嘅。即係利物浦輸波俾曼聯然後暴動咁樣，呢個就唔係美麗嘅風景線嚟噶嘛。歷史上稱之為美麗嘅風景線嘅暴動示威咧，譬如話呢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嘅黑人民權運動啊，呢個咪叫美麗嘅風景線咯。如果冇黑人民權運動，咁啊美國嘅種族分隔政策可能咧就唔會喺嗰一刻取消咯，黑人嘅地位咧可能咧永遠都係好低下咯。咁所以歷史上係點樣評價黑人民權運動呢？做所謂嘅違法抗爭嘅咧？當然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和平嘅，違法抗爭都係坐喺度俾人拉嘅，俾人打到頭破血流嘅。咁但係都有黑炮部隊喺後邊咧搞勇武衝擊啊嘛，搞呢啲恐怖主義活動啊嘛，都有嘅。咁冇辦法完全有潔癖㗎啦，呢個係另外一個咧。
所謂嘅美麗嘅風景線咧，就係80年代啊，韓國以光州事件為中心嘅一個民主運動喎。因為1979年咧，韓國本來咧就有所謂首爾之春，就因為朴正熙被刺殺咗之後咧，韓國本身咧又希望咧過渡由軍政府過渡為民主政府啦，但係結果咧就俾全斗煥喺1979年嘅12月12日雙十二發動咗政變，咁韓國咧就由軍事獨裁控制啦，咁結果咧又暴動咯，啲大學生開始暴動啊，掟汽油彈啊，衝擊警察啊，衝擊防線啊，咁呢一個就叫美麗嘅風景線。而家咧就好多電影咧就講呢個故事喎。韓國有所謂逆權司機啊、逆權大狀啊、逆權公民啊，無數嘅電影、無數嘅電視劇咧係形容呢場所謂美麗嘅風景線嘅。佢係暴動嚟嘅喎，係有武力抗爭嘅喎，但係佢哋係為嘅咩？為民主、為人權嗰啲先叫做美麗嘅風景線。你輸波唔叫美麗嘅風景線，宗教嘅衝突、以巴嘅衝突，或者係以前英國北愛爾蘭嘅天主教、基督教嘅衝突。呢啲唔會叫做美麗嘅風景線啊嘛，所以今次喺英國係反難民反呢個嘅穆斯林，咁呢個就唔會係美麗嘅風景線嚟嘅，呢個被形容為係極右法西斯納粹主義嚟嘅喎，咁所以有時唔係話黃藍啦係政見嘅問題，更多嘅就係知識嘅問題。咁好啦，2014年佔中咧，歷史上能夠同佔領中環係相提並論嘅咧，咁譬如話近代嘅就有太學生公車上書啦。呢個嘅清流黨以及五四運動呢啲都係和平喎，爭取嘅係人權、民主、法治，抵抗嘅暴政。咁當然五四運動仲有愛國主義喺度嘅，咁呢個咪就係同佔領中環一樣咯。但係有啲人咧就話佢係違法抗爭。咁如果佢係違法抗爭，佢當然係違法抗爭啦。有啲人話佢係呢個嘅搞亂，咁呢個純粹係意識形態嘅問題嚟嘅啫。即係你因為唔中意佢搞，你咪話搞亂咯。五四運動。你唔中意啲學生去搞，你一樣話佢搞亂㗎。五四運動一樣有火燒趙家樓嘅暴力事件嘅喎，你咪話佢哋暴徒咯。呢個純粹係因為你唔中意啫，唔中意係你主觀嘅嘢嚟嘅，而客觀咧就係嗰件事係咪推動緊社會民主發展，當然係會失敗嘅。光州事件都被鎮壓收場，係直至到後來呢個漢城奧運之後咧，韓國先逐步開放變為民主化，後來就拘捕翻當年咧軍人出身嘅呢個嘅盧泰愚啦，同埋全斗煥喎，咁佢兩個咧就要被審判，要入獄收場喎。咁所以唔係淨係講政見，係講你中意同唔中意啊嘛。你搞亂搞到啲人揾唔到食，呢啲係主觀嘅嘢嚟嘅。客觀就要睇下嗰場運動係咪對歷史發展有推動嘅作用，或者意圖推動嘅作用。好多時候都失敗喎。譬如話呢個嘅公車上書推舉咗康有為、梁啟超。咁最終百日維新係以失敗告終嘅喎，咁佢係失敗咗嘅，咁但係佢對歷史有冇推動嘅作用呢？有冇承先啟後啟發嘅作用呢？呢個就係叫美麗嘅風景線啊嘛！美麗嘅風景線咧係為制度、為民主、為人權而發聲嘅。咁毛澤東搞秋收暴動，去希望意圖推翻共產黨執政啊，變成係共產黨執政，推翻國民黨嘅統治。咁嗰啲係咪美麗嘅風景線呢？嗰啲就係政權嘅交替，佢唔係一個嘅民主發展推動喎，係純粹係改朝換代嘅一種發展。當然佢哋自己打住嘅旗號就係用社會主義代替所謂嘅資本主義或者半封建半殖民主義，即係佢哋有佢哋嘅論述啦，當然係。但係佢哋就同所謂黑人民權運動同呢個嘅曼德拉嘅反抗白人統治呢啲係明顯係有分別嘅。佢哋嗰啲咧係除咗利益之外咧，亦都係為公義嘅。所以今次英國嘅暴動咧就唔係叫最美麗的風景線。有啲人咧就意圖用呢樣嘢好似捉到你痛腳咁呢樣嘢咧就好無知嘅。因為我自己90年代已經經歷過英國炸彈襲擊暴動足球球迷咁呢啲已經經歷過晒噶咯。咁其實呢個就係生活嘅一部分嚟啦。咁點解會咁樣呢？呢個我覺得今次工黨上台咧都係自食其果嘅，就係因為咧左派執政咧就講大愛，就講呢個嘅包容，講接受難民，就話以前當年咧2次世界大戰嘅時期咧，好多國家都接受咗我哋做難民所以咧我哋應該都有責任要接收翻人哋做難民嘅。
咁當然啦，聯合國都有難民公約啦，接收難民咧係天經地義嘅，呢個應該冇乜太大爭議。爭議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根本有好多咧唔一定係難民嚟㗎，難民係有定義㗎喎，係咪國家有戰亂咧？國家係咪酷刑咧？譬如話你喺朝鮮脱北出嚟，咁大部分國家都會接收你做難民嘅，只要證實到你係朝鮮就得㗎啦。咁但係好難證實嘅，好多時候，因為出嚟冇證據啊嘛，啲人就以為你係中國嘅朝鮮族嘅，嗰啲叫經濟移民。咁所以咧，盧旺達啊、敍利亞或者其他國家咧，好多咧難民湧入咗歐洲，最後咧湧入歐洲都唔滿足喎，仲要話歐洲坐船嚟英國。咁所以保守黨咧，前朝政府就提出咗盧旺達計劃。盧旺達計劃當然俾法庭挑戰啦，亦都俾聯合國啊、俾歐盟啊譴責。咁但係咧，嗰個原理係合理嘅喎。就因為你唔知佢哋係咪真係難民定係經濟移民啊嘛，結果你就接收佢，要提供難民酒店俾佢哋住。喺審核難民身份期間，好長時間你要俾食宿佢哋，你要提供基本嘅生活保障俾佢哋。咁呢啲咧係每年咧消耗啊英國數以十億英鎊嘅費用喎。咁呢個係必然導致到社會問題啦。亦好多難民佢哋嘅經濟條件好差。佢哋居住喺嗰啲嘅地方，咁當然就會造成咗治安嘅問題咯。而佢哋由細到大，可能咧嗰個教育啊、條件啊各方面都唔係咁好，長大後咧又會形成咗同黨嘅問題。咁所以呢個係點解當年要脱歐啫嘛？就係因為有難民或者經濟移民嘅問題。本身咧盧旺達計劃咧就係將佢哋咧遣送去盧旺達，然後喺盧旺達等待審查咯。咁呢個係一個相對成本效益合理嘅做法，但係工黨一上台馬上廢除咗。咁其實你唔搞盧旺達計劃，因為會被挑戰啦，法律上或者道德上唔合理，咁咪好似香港當年接收越南船民咁咯。你集中管理，你唔好俾佢哋喺難民喺社區。你俾難民喺社區咧，你又第一唔知佢係咪真係難民定係經濟移民，還是特務，還是恐怖分子先。你俾佢喺社區，咁啊造成咗社會嘅治安嘅問題。你俾佢喺社區，而且咧又要負擔一筆龐大嘅經費去照顧佢哋。咁咧其實用經濟手段去解決啊嘛。譬如話難民你喺集中，即係呢個嘅唔係叫集中營啊，難民營裏邊或者係難民酒店裏邊嘅費用咧，其實應該難民自負喎。但係難民梗係冇錢㗎，咁其實咪可以記帳咯。將來佢出嚟做嘢嘅時候，用關窿嘅方法去還款咯。你要令到咧嗰啲所謂嘅難民或者經濟移民咧，將來出嚟做嘢個生活咧係困難嘅，困難嘅程度咧可能係比起佢喺國內裏邊咧更加困難嘅。咁佢哋就會中斷咗一啲經濟移民嚟嘅誘因啊嘛，嚟得嘅可能真係難民啊，到時係即係佢哋喺國內可能係政治迫害啊、名人啊、或者係作家或者係新聞記者啊。呢啲職業咧得罪咗權貴，咁你保護佢、庇護佢咧，呢啲係人之常情，係非常之合理嘅。但係唔係佢自己話係難民，但係實際上係經濟移民嘅，就會造成咗龐大嘅經濟嘅損失啊嘛，亦都會造成咗咧文化嘅衝突、社會嘅問題。咁所以點解美國特朗普嘅副手真係嘲笑話英國係第一個擁有核武嘅伊斯蘭國家，就因為如果你唔去解決呢個問題，幾十年後英國可能真係以伊斯蘭教為主㗎咯喎，基督教、天主教徒就會被邊緣化㗎咯喎，呢個都唔係話完全危言聳聽嚟嘅。咁所以英國政府咧就係因為左傾就有呢種咁嘅問題。當年嘅工黨執政，咁保守黨就話要減少難民，而家工黨再次執政，所以呢個問題只會日益惡化㗎咋。呢個係可以預見嘅。咁但係有啲人就係即係好高興啦，係咪啊？好似英國亂英國爭200億啦，就忘記咗自己有38000億人民幣嘅赤字，就嚟質疑你啦，話英國好亂啊、暴動啦，就忘記咗咧社科院話咧中國每年有2000幾次嘅群眾性事件，只不過嗰啲咧就報唔到啫嘛，嗰啲吹哨人吹完之後咪俾人失蹤咗咯。咁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有佢嘅問題嘅，但係有啲國家就俾人講佢嘅問題，有啲國家咧你有自由講你嘅問題，但係講完一次之後咧你就會失去你嘅自由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嚟話英國係沒落啦，歐洲啊沒落啦，呢個咧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咧個社會咧盛極而衰，你經過100-200年嘅發達啦，咁嗰啲人咧就慢慢開始咧享受生活喎，講 work-life balance， 然後咧就講勞工權益。咁呢啲喺東方社會咧，譬如話喺中國，佢就唔係好講咩叫勞工權益喎，香港唔係好講咩勞工權益嘅喎，係咪啊？
即係菲傭咁啊，住一個好狹窄嘅房間，咁大家都覺得係正正常常喎。但係呢啲喺歐洲社會就覺得咁樣唔人道喎，係咪啊？佢哋又冇獨立嘅廁所，又冇冷氣，又冇暖氣，又冇剩，咁點可以咁叫啲菲傭啊？咁亦都係勞工剝削嚟嘅喎。因為歐洲社會就經歷過100-200年㗎啦，工人權益咧就已經抬頭。咁所以喺歐洲社會咧，啲工人啊動不動啊罷工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冇乜服務可言嘅嚇，冇服務可言嘅，因為工人惡過老闆啊嘛。你點能夠你做顧客嘅，你梗係享受唔到正常嘅服務，你出咗錢你都享受唔到服務啊！嚇，你喺餐廳度你要叫人點菜，你都要咧，即係要極有耐性嚇，要望住佢笑，霎熟狗頭，咁咧佢先嚟同你點菜，然後佢點錯晒菜，留晒單，你又唔可以投訴佢喎嚇，你只能夠好有禮貌地要求佢改善，要求咧佢換，同佢講下閒話，講下英式笑話，咁你只能夠如是喎。就因為個勞工權益係高漲啊嘛，咁呢個係盛極而衰嘅一個必然結果。中國同樣經歷緊啊，而家啲00後、90後咪講躺平咯，係咪啊？講呢個嘅佛系思想咯，講三不主義咯，一樣係經歷緊咯喎。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英國啊，咁啊歐洲啊，證明民主嘅失敗啦。呢個唔係民主嘅失敗，係社會階段嘅唔同。呢個叫做 postmodernism 後現代社會，就已經經歷過工業化。經歷過現代化200年啦，所以而家啲人咧就要講人嘅尊嚴啊、工人嘅覺醒啊、社會嘅平衡啊、社會嘅均等啊、生活同埋工作嘅平衡啊，係 work for life， 唔係 life for work， 唔係 live for work 咁啊，所以呢個係分別啊嘛。而亞洲唔同啊，香港或者中國，佢哋就強調咧服務至上。就強調服務至上，點解可以強調服務至上？因為工人冇權力咯，因為老闆係大權力嘅工人咯，咁所以當然啦，你作為消費者喺亞洲係會開心啲，你覺得你使咗錢就會有服務啊嘛。喺歐洲你使咗錢唔單止冇服務，仲會受嗰個工人氣添，呢個係即係必然有佢嘅困苦啦，咁所以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佢嘅好處有唔好處，有捨有得，關鍵就係你俾唔俾人講嘅啫。咁我下個星期翻英國嘅時候就開個直播啦，詳細講下即係我對於選擇移民去英國呢幾年有冇咩後悔啊，或者將來會唔會有咩打算啊？因為我其實嚟英國嘅時候我都講咗啦，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我亦都講過我唔中意一個地方住好多年嘅，喺一個地方住太耐咧，我都覺得會沉悶嘅而且仲有好多考慮啦，係咪教育養老啊、醫療啊各方面嘅考慮，咁呢個咧我喺下次直播咧進一步同大家講啦咁有啲人就以為捉到痛處，咁就唔係啦。英國各處暴動英國咧各處又破產，我睇一睇咯，啱啱今日。咁我幾年前喺英國買咗樓啦，睇一睇今年咧再升咗2%喎，由當年累計到而家升咗20幾個%喎，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勝於雄辯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今日會員影片咧優先俾大家睇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會員 channel 啦 ，YouTube 嘅會員 channel 同埋 Patreon 嘅會員 channel 咧就有呢個嘅文字版，同埋有優先睇，亦都有大量嘅獨家影片。咁但係 Patreon 咧就係有埋聲音檔嘅，我會即係有更多嘅內容嘅 Patreon，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優先考慮 join Patreon 啦。當然 join YouTube 咧，我都好感激大家。咁你哋嘅支持咧就係呢個 channel 能夠繼續成長一個最有用嘅動力，最大嘅助力。多謝大家，拜拜。